继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提出应支持乌克兰用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28号也做出了相同的呼吁，而美国则仍然持反对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警告称，欧洲国家应当意识到他们在玩火，这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当地时间28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共同出席双边内阁联合会议，寻求为欧盟的未来制定一场持续延宕的俄乌冲突成为这场会议的一大焦点。马克龙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德媒在报道中提到，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谨慎，但他表示，在法律上他不反对马克龙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人都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威胁，但德国新闻电视台称，两人的分歧有增无减。最明显的就是马克龙声称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而舒尔茨则表示反对。此前一天，马克龙在德国德累斯顿就欧洲安全发表演讲时声称，在俄乌冲突爆发2年多后，欧洲面对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欧洲现在需要新的安全理念，欧洲人在这方面不应该陷入民族主义思维或只看美国，而应该作为欧洲人果断行动。观察指，马克龙的话听起来与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的讲话差不多，但其实不同。法国希望欧洲更独立于美国，德国也希望欧洲变得更强大，但显然是要在欧美联盟内部实现这一目标。不过，当地时间28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目前仍然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There's no change to our policy at this point. We don't encourage or enable the use of U.S.-supplied weapons to strike inside Russia. 据《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自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援助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禁止乌方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以免冲突升级。但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俄乌战场形势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围绕这项政策的共识可能正在瓦解。在美国国务院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就放宽禁令展开激烈辩论。而针对27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再次提出允许乌克兰使用北约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于28号警告，部分北约成员国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这是在玩火，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引发全球冲突。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并已经准备好重返谈判，使乌克兰退出了谈判进程。普京还强调，斯图尔滕贝格还没患痴呆时，双方还能聊。Я,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говорит там генсек НАТО. Он когда был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Норвегии, мы с ним общались и решали непростые вопросы по Баренцеву морю, там, ну и другие. И, в общем, могли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я просто уверен, он деменции не страдал никакой. 普京28号还说，他相信一些西方国家军事教官已经以雇佣兵身份在乌克兰行动，协助乌方操作和维护高精武器。这不是新闻，而且已经有西方国家教官在乌克兰丧命。他说，西方国家如果正式向乌克兰派军事教官，将是另一个升级举动，朝向欧洲严重冲突的另一步。这些外国军人将成为俄方合法打击目标。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当天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说，就是否向乌克兰派军事教官，欧盟国家意见分裂。此前一天，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宣称，波兰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但他并未具体说明这些军力将发挥什么作用。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塞扎里托姆奇克在一档电台节目中表示，波兰当局既未讨论也未计划向乌克兰派兵。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称，乌克兰很快将接收第一批 F-16战斗机。目前，乌克兰的重点是培训飞行员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但他同时表示，西方国家承诺提供的军事支持只有一半按时交付。
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出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并与比利时首相德克罗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根据协议，比利时将在2024年内向乌克兰提供至少9.7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此外，比利时还将在2028年之前向乌方提供30架 F-16战斗机。首批 F-16战斗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付，但比利时同时要求乌克兰不得使用 F-16战斗机打击俄罗斯境内。泽连斯基27号在西班牙访问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在今年内向乌提供总价值11.2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双方已签署相关协议。西班牙还将为乌提供更多防空导弹，以回应乌方需求。西班牙此次对乌提供军援的价值，也是该国对任何其他国家军援都未有过的数额。正午短评热点直说。近期，多位西方领导人相继表示，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这显然跟俄乌冲突局势有关。虽然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陷入了僵局，但整体俄军仍然占优势，步步推进。那此前，乌军虽然攻击了俄国内某些目标，但是主要是用无人机和苏制武器，伤害有限。而一旦放开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无疑将大大强化乌军远程打击的能力，最可能的就是打击能源设施等经济目标和某些重要的政治目标，对俄的威胁是大增，至少也会大大消耗俄军的防空力量。正是看到这一点，普京才发出欧洲不要玩火的警告。当然，普京也有多手可以应对。首先是外交上，可以依靠北约内部的分歧和集体决定机制，尽可能的避免至少推迟北约对乌克兰的解禁。那其次，军事上来说，可更有针对性的打击乌克兰获得西方远程武器，减少俄境内防御的压力。